烂香蕉不要扔了，越烂越值钱，作用真的特别厉害。知道的人都在抢着用，朋友见了纷纷来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香蕉味美，但也容易腐坏，一般情况下2到3天就开始出现腐烂了。而烂了的香蕉呢是不能吃的，可大家又都觉得直接扔掉的话又太可惜了。其实像这种腐烂变质的香蕉，放在我们家里面呢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用途哦，并且家家户户都用得到，一整年还能节省不少钱呢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拿个可以密封的容器过来，把烂掉的香蕉呢，用剪刀剪成小块放在容器里面。香蕉是比较软嫩的水果，而且腐烂的香蕉果肉呢会更加的软嫩。我们放进去之后，可以拿擀面杖或者用一些趁手的工具，把香蕉果肉给捣碎，捣成香蕉泥。接着用擀面杖呢对容器里面的香蕉果肉呢进行捣碎操作。在捣碎过程中，能明显感觉到软烂的果肉在工具的按压与研磨下逐渐融为一体。倘若没有擀面杖，也完全可以找一些趁手的工具，像是捣蒜棒都可以。没一会儿就捣成了细腻均匀的香蕉泥了，像这样就行。这会儿我们在容器里边呢倒多一些的清水，再搅拌均匀，让香蕉果肉和清水充分混合，借助清水让这烂香蕉果肉发酵起来。要知道，香蕉果肉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呢。发酵后的果肉呢，可是灌溉绿植的好宝贝。接着把容器盖上盖子，没有盖子呢，就像我一样，用保鲜膜给它密封起来。大概需要发酵3天的时间。这3天内呢，也别总盖得死死的，时不时的掀开盖子，保留一些空隙。因为香蕉果肉发酵的时候呢，会产生气体，要是盖子盖得太紧，下次打开时里面气体一冲，溶液呢可能就噗的喷出来啦。就这样放个3天以上，1个星期左右，就能当化肥用了。这期间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香蕉皮的妙用。香蕉皮擦皮屑，当皮屑表面失去光泽，变得暗淡无光时，别着急用那些昂贵的鞋油，家中只剩下的香蕉皮就能够帮上大忙。失去了光泽的皮屑，我们把香蕉皮有果肉的那一面朝向皮屑斜面，接着用适中的力度，拿着香蕉皮在皮屑表面来回擦拭。擦拭时你会发现，原本附着在鞋面上的灰尘、污渍渐渐的被吸附掉了。这是因为香蕉皮中蕴含着天然的油脂成分。最后呢，我们只需要用一张纸巾将其擦拭掉多余的碎屑就好。不光皮鞋，香蕉皮呢还能护理各种皮具，比如皮包、皮衣、皮沙发等。日常的保养至关重要。香蕉皮内侧呢就是一种天然的皮具护理神器。香蕉皮的内侧油脂如同给皮具做了一场深度的 SPA， 不仅能够滋润皮具，让皮具恢复柔软弹性，还能清洁掉表面的一些轻微污渍，让皮具焕然一新。妙用2，家中的水龙头用久了，总会附着着一层难看的水垢污渍，既影响美观，又难以清理。你或许尝试过各种化学清洁剂，但刺鼻气味和潜在的健康风险总让人有些担忧。其实用香蕉皮就能擦拭水龙头，使用方法十分简单。将香蕉皮内侧翻过来，直接贴合在水龙头有污垢的表面，反复擦拭即可。擦拭过程中适当增加力度，确保香蕉皮内侧与水垢污渍充分接触，让有机物充分发挥作用。同时，对于各类生活中留下的污渍，香蕉皮也能凭借自身独特的构造和成分，发挥出色的清洁功效。随着擦拭的进行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本顽固的水垢污渍
开始逐渐松动脱落。待擦拭完毕，用清水将水龙头冲洗干净。这时你会发现这水龙头呢焕然一新，恢复了原本的洁净与光亮。整个过程不产生任何有害化学物质，既方便又环保。经过一段时间耐心等待，果肉发酵完成。现在我们找来滤网或者是纱布，将发酵容器里的物质进行过滤，缓缓倾倒，让里面的液体呢慢慢透过滤网，把那些块状的残渣留在滤网之上。这些残渣呢就可以舍弃不用了。接着我们需要把溶液稀释一下，按照合适的比例将过滤后的发酵溶液与清水混合稀释。一般来说1:5到1:10的比例呢较为合适。稀释好后就得到了天然的花卉营养液啦。我们直接用来浇灌绿植花卉就行。用这种发酵香蕉液浇花好处多多，它富含氮、磷、钾等多种营养元素，能够为绿植花卉提供充足的养分，促进植物茁壮成长，让叶片更加翠绿，花朵更加娇艳。要是用来浇灌像杜鹃花、栀子花、茉莉花这类喜欢酸性土壤的花卉，还能有效调节土壤酸碱度，营造更适合花卉生长的酸性环境，帮助花卉更好地吸收土壤中的铁、镁等微量元素，预防叶片发黄、生长不良等问题。不过，在使用这份特殊营养液浇花时，可得格外留意，浇花频率不宜过高，通常1星期用1次就够了。要是天天使用，土壤中的养分浓度过高，反而可能会浇坏花卉根系，起到反效果。把稀释后的溶液沿着花盆边缘缓缓倒入，让水分和养分慢慢渗透到土壤深处，被花卉根系吸收。整个制作过程和使用过程简单易懂，无需花费1分钱购买昂贵的肥料，省钱又实用，让家里的花卉在天然肥料的滋养下焕发生机。所以平常家里养绿植的，不妨把烂香蕉发酵用来浇花，花费钱都省了。而且用了这发酵香蕉水，家里的花卉能长得更旺，还能给植物提供丰富的营养源。瞧，原本要扔掉的烂香蕉，这么一利用，立马价值满满。算下来，1年得为家里省下多少钱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如果您看得高兴了，就随手关注我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